你有没有对树懒感到过好奇？一只每秒钟只能挪6厘米的家伙，生活在美洲豹、角雕、森蚺扎堆的热带雨林里。按常理说，它应该活不过第1集才对。那问题来了，树懒到底是怎么活到今天的？答案藏在这家伙的身体构造里，藏在它那套反常识的生存策略里，也藏在几千万年进化写进基因的极致算计中。咱们今天就把树懒拆开揉碎了聊，从它的身体设计到生存绝技，一层一层剥开，看完你就明白，慢有时候比快聪明得多。树懒属于披毛目下面的树懒亚目，大家族里分2支，2指树懒科和3指树懒科。常见的比如褐喉3指树懒、白喉3指树懒属于3指那一波，而霍氏2指树懒、林氏2指树懒则归在2指阵营。别被名字里的2指3指骗了，这俩可不是堂兄弟那么近的关系，他俩是各自独立演化出树栖慢生活的，属于典型的明明不是一家人，偏偏活成一个样。顺便说一句，树懒的亲戚你肯定想不到，食蚁兽和球鱼，它们同属品齿类，算是一脉相承的老邻居。成年树懒体长大概半米到70-80厘米，体重跟一只小型犬差不多，4-5公斤到7-8公斤的样子。但它的爪子才是真正的辨识度装备，4根弯刀一样的直爪，长度能顶你半条小臂，往树枝上一勾，稳得像焊上去的。还有个反直觉的设计你得知道，树懒的毛是从肚皮往背上长的，倒着来，专门适配倒挂人生。下雨的时候，雨水顺着毛尖往下淌，刚好不积在肚子上。对了，3指树懒脖子上有9块颈椎，哺乳动物里的独一份，这让它的脑袋能转270度，差不多能直接把脸扭到后背上，不用转身就能看到身后发生了什么。树懒的地盘集中在中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带，从尼加拉瓜一路往南到巴西，基本上哪儿的树冠层又密又湿，哪儿就有它们。它们一辈子几乎不下树，吃喝拉撒睡全在几十米高的树冠上解决，离了高温高湿的环境还真活不自在。不过一只长得像毛团、爪子像钩子、脖子还能转大半圈的生物，怎么看都不像有竞争力的样子。但正是这些奇怪的配置，埋着它不灭绝的第一层密码。咱们接着往下看它的日常。先说一个让你可能不敢相信的数字，树懒每秒钟的移动速度大约是6厘米。什么概念？你打个哈欠的功夫，它可能只往前挪了一个手掌的距离。就算它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全速爬行，1秒钟也就0.2米，比你散步的速度慢10倍都不止。这速度放在动物界，属于那种蜗牛从它身边爬过都要回头说一句兄弟你倒是动啊的水平。那它一天到晚到底在干嘛？答案是基本不干嘛。野生树懒每天睡觉15到20个小时，醒着的那几个小时也大部分时间挂在树上一动不动，跟个毛绒摆件似的。而且它所有的动作，转头、抬爪、咀嚼，通通是匀速慢放状态。你看它做任何一个动作，都觉得像在看0.5倍速的视频，急得你想伸手帮它一把。但是，注意这个但是，同一个家伙一旦掉进水里，立刻切换模式。树懒游泳的速度是它爬行速度的3倍以上，姿势还挺标准，狗刨式用的比狗都熟练，能轻轻松松横渡一条雨林河流。这个身体里显然藏着一套我们不太理解的能量调度逻辑，平时舍不得用，关键时刻才亮出来。要理解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得先看看它吃什么。这家伙的主食是树叶，而且是那种又老又硬、营养极低的老树叶，就是别的植食动物路过都懒得张嘴的那种。偶尔改善伙食，吃点嫩芽、花果，某些物种也会填几口昆虫当蛋白质补充。但整体上，它的食谱在整个哺乳动物圈子里都算得上最寒酸的那一档，堪称动物界的吃糠咽菜专业户。吃的东西营养密度这么低，怎么办？常规思路是多吃多攒，树懒的思路是少消耗。它的代谢率低到了一个离谱的程度，只有同体型哺乳动物的40%左右。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你的身体维持正常运转只需要4成功力，剩下的能量全给你省下来囤着。别的动物吃一顿饭可能几个小时就饿了，树懒不着急，它的胃有4个腔室，结构复杂的像一套精密发酵罐，消化一片树叶需要2到4周时间，真正的一顿顶1个月。你吃顿火锅到第2天早上就消化完了，人家树懒一片叶子嚼下去，慢慢悠悠处理大半个月，能量释放节奏稳得像涓涓细流。
它每次进食的量也极少，嚼几片叶子就停下来发半天呆，不是不想吃，是不需要吃那么多。极低的代谢率让它用极少的能量就能维持生命运转。而且这里头还藏着一个特别聪明的选择，正因为专吃老树叶这种别的动物看不上的破烂资源，它在食物竞争上几乎没有任何对手，没人跟你抢饭碗，你自然不用着急，慢慢吃呗。别的植食动物为了抢嫩叶打得头破血流，树懒在旁边挂着，嘴里嚼着老树叶，全程看戏。树懒的社交生活比你想象的还要冷清，它是典型的独居动物，每只成年树懒都有自己的固定活动区域，彼此之间不太串门，领地的重叠度很低。除了繁殖季短暂的碰面之外，一年到头它见到同类的次数可能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放人类社会，这基本属于隐居山林级别的社恐了。而且这种社恐不是性格问题，是有实实在在的生存收益的。树懒个体之间几乎不会发生争斗，不是脾气好，是打架太费能量，不划算。有什么可争的？食物到处都是，领域够用就行，犯不着为了一点地盘跟同类较劲。把所有不必要的能量支出全部砍掉，这是树懒刻在骨子里的行为准则。你想想，两只树懒如果真要打一架，以他们的速度，可能架还没打完天都黑了，纯属浪费时间。说到这儿，树懒的慢已经显出端倪了，这不是缺陷，而是一套精密计算的能量极简策略，不抢不争不动，用最低的成本活着。但这套策略要成立，身体必须跟得上才行。它的身体到底做了哪些改造，能让慢变成真正的生存武器？好，我们现在进入树懒真正的超能力板块。先说一个反直觉的真相，树懒的视力放到哺乳动物里属于垫底水平，它对静止物体的分辨能力很差，细节基本看不清，两只眼睛主要用来感知光影变化和明暗交替。这听着像是个致命的短板，但在树懒的生存逻辑里，这恰恰是刻意为之的节能设计。视觉系统是哺乳动物身上最耗能的器官之一，把视力砍掉一大部分，换来的能量节省是巨大的。你想想，一台监控摄像头24小时开着要耗多少电？树懒直接把高清摄像头换成了一个只能感知明暗的光敏电阻，功耗直接降到0头。而且它不需要看清远处，它生活的树冠层本来就是光影斑驳的环境，强光透过树叶缝隙打下来，明一块暗一块。树懒对弱光和光影变化的高度敏感，刚好够用，不多不少。那看不清怎么办？它靠另外2套系统补位，嗅觉和触觉。树懒用鼻子判断周围有没有天敌的气味，用全身的触觉感知树枝的晃动和风向变化。虽然它反应速度慢到令人发指，但它对周围环境的动静感知是非常精准的。一旦察觉到异常，比如远处树枝不自然的晃动，它会提前进入完全静止状态，把自己变成树干上的一坨毛团。打个比方，这就像你玩游戏的时候不靠视力锁敌，全靠听脚步和看雷达。树懒就是把听脚步这个技能点满了的玩家。而且因为节能，这套低功耗感知系统反而让它能在树上挂更久，不用频繁移动暴露位置。接下来咱们拆解一下树懒的身体硬件，看看它为了适配倒挂慢生活到底做了哪些魔改。每一个设计单独拎出来都够离谱的，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简直是一台为挂机生存定制的生物机器。先说最直观的，它的毛发。树懒的毛不是一个简单的保温层，而是一整座移动的微型生态系统。它的毛发上有纵向的沟槽和裂纹，专门用来养殖绿藻和多种微生物。这些绿藻在毛里生长，把树懒的体色染成绿不绿褐不褐的斑驳色调，跟长满苔藓的树皮一模一样。很多人以为树懒身上长绿毛是脏的，不讲卫生，这完全是冤枉它。人家是主动搞了一身天然迷彩服，自带伪装涂层，连染料都省了。一只挂满绿藻的树懒缩在树杈上，别说美洲豹，你站树底下拿望远镜找都不一定找得着。毛里除了绿藻，还住着上百种生物，包括特定的蛾类、螨虫、甲虫。它们和树懒形成了一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这套关系的精妙之处，咱们后面还会细说。接着看它的内脏，你试试倒挂10分钟看看什么感觉？血液往脑袋涌，呼吸变困难，内脏往下坠。树懒可是终生倒挂的，它怎么没事？因为它的内脏被一套特殊的结缔组织牢牢固定在体腔里，肝脏、胃、肠子全都上了螺丝，倒挂的时候不会挤压到肺部和心脏。
这相当于出厂就做了全套器官悬挂加固，随便你怎么翻怎么挂，呼吸和血液循环都不受影响。人类要是也有这套配置，睡上铺都不用担心掉下来。再看爪子，树懒的直爪长度可达10到14厘米，什么概念？你比一下自己的手掌，从掌根到指尖差不多就这个长度。这4根角质弯刀不用刻意发力就能保持抓握状态，挂在树枝上完全是被动锁死的，也就是说它睡觉的时候爪子自动扣紧，根本不用花力气。因为这项设计，树懒死后仍然能挂在树上不脱落。有些野外观察者发现过已经去世的树懒尸体依然牢牢挂在枝头，足以说明这副爪子的锁定能力有多强。最后说说肌肉，树懒的肌肉组成在哺乳动物里算是独树一帜，慢肌纤维占比极高，耐力极强，但几乎没有爆发力。它做任何动作都没法快起来，但那是因为快肌纤维被大量削减了。慢肌纤维的好处是耗能低，不易疲劳，可以在极低能耗状态下维持长时间抓握。静止悬挂的时候，肌肉几乎不怎么工作，就像你靠着墙站着不费劲一样。树懒靠结构设计把省力做到了极致，牺牲爆发力换耐力，牺牲速度换能耗，每一笔交易都指向同一个关键词：节能。硬件介绍完了，现在我们把所有零件拼起来，看看树懒真正的生存绝技，也就是它不灭绝的核心答案。第一条，隐形策略。树懒活着的第一要义不是跑得快，是不被发现。绿藻染色的毛发让它完美融入树冠层的苔藓树皮环境，加上它那套几乎不动的生活方式，整天挂在树上连姿势都不换，在捕食者眼里就是一块长了毛的树瘤子。美洲豹和角雕捕猎靠的是视觉追踪运动目标，一个不动的东西，一个颜色和环境融为一体的东西，想发现它太难了。树懒不是什么都没干，它干的恰恰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从捕食者的搜索图像里彻底消失。第二条，能量极简。前面反复提到的极低代谢率，在这里要再强调一遍，因为它是整个生存策略的底层逻辑。代谢率只有同体型哺乳动物的 40%， 意味着它需要的食物量是同样大小动物的40%不到。吃的少，觅食的需求就少，暴露在危险中的时间就少。别的动物一天到晚到处找吃的，移动距离大了，被天敌撞见的概率自然高。树懒不需要，吃几片叶子消化1个月，挂在原地不动就能解决吃饭问题。减少活动量本身就降低了被捕食的概率，而且它专吃老树叶这种没人抢的资源，完全不用冒险去和别的动物争夺食物地盘。这就像在一个危险四伏的战场上，别人都在冲出去抢补给，树懒选择了就地取材吃干粮，趴在掩体里一动不动，活下来的概率谁高谁低，不言自明。第三条，天敌规避与反向威慑。就算偶尔被发现，树懒还有后手。首先，树懒的肉口感极差，带有明显的异味，这是长期共生藻类和特殊饮食共同造成的。天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捕食它，就像你在菜单上看到一道卖相差闻着怪，名字还叫绿毛慢炖肉的菜，大概率不会主动点。其次，它每周只下树排便1次，单次排便量可以达到体重的1/3。这个数字听着夸张，但你算算，在树上挂6-7天攒下来的全部排泄物，一口气在树底下解决干净。为什么非要下树？这事儿背后有个更绝的共生逻辑。它毛发里住着一种特定的树懒蛾，雌蛾需要在树懒的粪便里产卵，树懒下树排便等于主动给自己的共生蛾子提供繁殖场所，而蛾子死后分解又给毛里的绿藻提供养分，绿藻长好了等于加固伪装涂层，一整条循环链路严丝合缝。树懒冒着下地的风险也要把这套共生关系维持下去，因为这套关系最终回馈的是它自己的生存安全。至于下树那短短10几分钟的危险窗口，它用极低的下地频率来对冲，7天1次，足够把遭遇天敌的几率压到最低。第四条，最后的底牌。如果所有伪装和规避都失败了，树懒也不是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它那对10厘米长的爪子不只用来挂树枝，遇到危险时也能狠狠甩出去自卫。虽然动作是慢，但力量不小，爪子又长又弯，被挠一下伤口又深又长。大部分捕食者面对一个浑身发臭、挥舞弯刀还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的奇怪生物，通常会选择放弃。把这些策略拼在一起，一整套环环相扣的生存体系就浮现出来了。用低代谢支撑低进食量，
用低进食量支撑极少的移动，极少的移动让伪装效果最大化，伪装效果让天敌发现率降到最低，再加上肉难吃，劝退侥幸碰到的捕食者，用每周一次的精准下树维护共生生态，每一环都在加强另一环，没有一个多余动作。慢是这个体系运转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缺陷。树懒把慢做成了一套滴水不漏的生存哲学，而这一切的延续还要看它怎么在慢节奏里完成繁殖和育儿的交接。和它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急不得，也不用急。树懒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但多数物种的交配活动会和雨季有所重叠，这样幼崽出生时刚好赶上食物相对充足的时段，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规划。雌树懒进入发情期后，会做一件在树懒世界里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发出响亮的叫声。这种叫声穿透力很强，能传到方圆几公里之外，相当于在整个片区的雄性树懒群里群发了一条语音消息。收到信号的雄树懒们会从各自的领地慢悠悠地往声源方向赶。注意，赶这个词用在树懒身上本身就很滑稽，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好几个小时，甚至更久。如果多只雄树懒同时到达，就会出现一场你见过的最不像打架的打架。两只雄树懒挂在树上面对面，用极其缓慢的速度互相挥舞前爪，动作慢到你看完整场战斗大概需要喝完一杯茶。因为双方都是慢肌纤维主导的身体，爆发力几乎没有，所以这种打斗几乎不会造成重伤，更像是一种推拉扯皮的耐力较量，谁先累了谁退出。这种低烈度的雄性竞争完美契合了树懒的能量极简原则，争配偶也不值得拼命，不值得受伤。树懒的交配时间极短，通常只有几十秒，这不是敷衍了事，而是一种风险管控。两只树懒在交配时注意力会下降，挂在树上动作又大，暴露风险明显增高，速战速决是进化筛选出来的最佳策略。另外顺便提一句，树懒没有固定的配偶，属于多配制，这种松散的交配制度也让种群基因得以保持一定的流动性。不同物种的孕期不一样，二指树懒孕期大约10个月，跟人类差不多长，三指树懒稍微短一些，大约6个月。这个差异跟它们的体型和代谢率不同有关，二指树懒体型普遍大一些，发育周期也就拉得更长。树懒的生产全程在树上完成，对，就是倒挂着生的。幼崽出生时，母树懒倒挂在树枝上，小树懒从产道出来后，第一件事不是掉下去，而是本能地伸出小爪子，紧紧抓住妈妈的毛发，这是生死攸关的一瞬间，抓不住就掉下去了。好在进化给小树懒上了保险，刚出生的树懒幼崽爪子已经发育得很好，抓握反射极强，基本上不会失手。每胎通常只生一只幼崽，双胞胎极为罕见。这个繁殖频率在哺乳动物里不算高，但结合树懒10来20年的自然寿命来看，够用了。繁殖不靠数量，靠的是每一只幼崽的高存活率和精细抚育。小树懒出生之后，要在妈妈身上度过人生中最长的一段挂票时光。幼崽会紧紧贴在母树懒的肚皮上，母树懒走到哪儿，它就挂到哪儿，母子俩的毛发互相纠缠在一起，幼崽几乎和妈妈融为一体。这个阶段会持续6到12个月，在这期间，幼崽不仅靠母乳获取营养，还会舔食母树懒嘴边的树叶残渣。这不是没吃饱，而是在学习。树懒吃的树叶种类是有选择的，不是什么叶子都往嘴里塞。幼崽通过舔食残渣来熟悉和记忆可食用树叶的气味和味道，相当于跟着妈妈上一门长达半年的食物鉴别课。说到这儿，有个让人又心酸又理解的细节，如果树懒宝宝不小心从树上掉下去了，母树懒不会快速下树营救，不是不想救，是它的生理构造和行为模式根本不允许快速这件事存在，它会以自己唯一的速度极其缓慢地向树下挪动。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等到它下到地面，幼崽可能已经遭遇不测。这个看似冷漠的设定，恰好说明了树懒的生存策略有多么严苛。速度被让渡给了能量节约，在进化天平的对面是一个个体与整个种群生存概率的平衡。下树意味着巨大的暴露风险，母树懒只能在保全自身的前提下尽可能靠近幼崽。这个细节在人类情感上很难接受，但它确实是这套慢生存策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小树懒独立之后，通常会在母树懒领地附近建立自己的活动范围，不会跑太远。这既有遗传因素的影响，也跟树懒扩散速度慢有关。以它的移动速度，跑太远本身就需要花很多年。
野生树懒的寿命大约10到20年，在圈养条件下，因为没有天敌威胁和稳定的食物供应，寿命可以超过30年。从一只抓住妈妈肚皮的小毛团，到一只浑身长满绿藻的老练生存者，树懒的整个生命故事都在同一条树枝上徐徐展开，慢但稳当，不拼数量拼质量，不拼速度拼稳妥，孕期不短但够用，求偶不激烈但能完成基因交换，育儿不焦虑但存活率有保障。这套节奏放在整个动物界里绝对算异类，但它偏偏就这么运转了几千万年。那这套慢策略到底是怎么演化出来的？树懒的祖先是谁？它在雨林生态里又扮演着什么角色？我们不妨把镜头拉远一些。聊完了树懒自己的生存绝技，咱们把镜头拉远一点，看看这家伙在热带雨林这个大舞台上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在食物链里，树懒的位置很明确，初级消费者，吃树叶的。它的天敌主要有3位：美洲豹、角雕和森蚺。美洲豹在树上活动，角雕从空中俯冲，森蚺在水边埋伏，海陆空3线封锁。按理说被这么多顶级捕食者盯着，日子应该很难过，但前面咱们已经说了，树懒靠隐形和伪装，硬是把被捕食率压到了极低的水平。它的存在反过来也支撑着天敌种群的稳定，虽然不好抓，但抓到了就是一顿大餐。对捕食者来说，属于高难度高回报的猎物选项。但树懒在生态系统里的贡献远不止当猎物这么简单。还记得它那身养着绿藻的毛吗？那可不只是一件迷彩服，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微型生态系统。一片树懒的毛发里生活着上百种生物，特定种类的绿藻、树懒蛾、螨虫、甲虫、真菌，种类之多堪比一块小型珊瑚礁。这些生物在树懒身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微型食物网，绿藻光合作用产养分，蛾子幼虫吃藻类碎屑，螨虫吃真菌，树懒提供栖息空间和稳定的温湿度。一只树懒就是一座移动的微型自然保护区，挂在树上到处巡回展出。而且树懒对雨林植被还有直接的施肥作用，它每周下树排便一次，那一大坨粪便埋在树根附近，等于给寄主树施了一次浓缩有机肥。树冠层的植物根系扎在浅薄的腐殖质里，本来就缺养分，树懒这每周1投递，精准定点量大，对树木来说是实打实的营养补贴。你吃的叶子来自这棵树，拉出来的肥料再还给这棵树，一套闭环循环在几十米高空悄然运转。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树懒这套慢到极致的设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的祖先是干什么的？答案是，它的祖先会让你大跌眼镜。现代树懒的元祖是史前大地懒，那玩意儿体型跟今天的大象差不多，几吨重的大家伙在地上走来走去，用粗壮的前肢扒拉树枝和树叶吃。大地懒是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在地面上几乎没有天敌。后来随着环境变化，大型植食动物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一部分大地懒的后代开始往小型化、树栖化方向演化，体型越缩越小，活动空间越升越高，最终变成了今天挂在中南美洲树上的树懒。这个演化路径本身就很有意思，从陆地上的巨无霸变成树冠上的隐身人，从靠体型碾压变成靠隐形躲藏，从谁都打不过我变成谁都找不到我，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哲学在同一个血脉里完成了切换。更绝的是，现代树懒的2个家族，2指树懒和3指树懒，并不是从一个共同树栖祖先分出来的，而是各自从不同的地面祖先独立演化出树栖慢生活的。换句话说，上树变慢、吃树叶、长绿毛这条路线，在树懒的演化史上至少独立发生了2次，这在生物学上叫趋同演化。不同的起点，相同的终点，说明这套方案确实好使，好使到被自然选择反复验证了2次。2指树懒和3指树懒就像是2个素不相识的工程师，各自拿到了在雨林树冠上长期存活这道考题，最后交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答卷。核心答案就4个字：能量极简。低营养的树叶作为食物来源几乎是无限的，谁能把自己的能耗降到最低，谁就能独占这条生态赛道。把代谢率砍到 40% 以下，把移动速度压到动物界垫底水平，把肌肉爆发力换成耐力和省力结构，每一刀削减都不是随机突变，而是在几千万年的时间尺度上被自然选择精心雕刻出来的。那些代谢率稍高一点、移动稍快一点、肌肉爆发力稍强一点的个体，在食物短缺的时期反而更容易被淘汰。因为消耗大就意味着需要更多食物，而更多食物意味着更多移动和更多暴露风险。慢是这套方程的最优解。树懒用几千万年把慢策略打磨到了极致，但它面对一个全新的变量时，这套策略不太灵了。这个变量就是我们。
热带雨林的砍伐是树懒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树懒一辈子依赖树冠层，对栖息地的连续性要求很高。一片林子被砍掉，它没法像猴子那样跳到另一片林子去，以它的移动速度，下地穿越空地几乎等于送死。栖息地破碎化把树懒种群切成一个个孤岛，基因交流被切断，局部灭绝的风险急剧上升。另一个更隐蔽的威胁来自非法宠物贸易。树懒的外形对人类来说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毛茸茸的，动作慢吞吞的，看起来总是在微笑，这种萌感让它成了非法宠物市场的目标。但树懒完全不适合作为宠物饲养，它需要高温高湿环境，需要特定种类的树叶作为食物，需要树冠层的立体空间来活动。人工环境下它极易应激，消化系统紊乱，免疫力崩溃，多数被当作宠物饲养的树懒活不过1年。你以为你在养它，实际上你在看着它慢慢死掉。好在目前中南美洲多国都建立了树懒救助与放归体系，被救下的树懒经过专业评估和康复训练后，会被重新放归到保护区的完整栖息地中。一些救助站还承担着公众教育的功能，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物种的真实需求和生存困境。想看树懒不是问题，但应该在纪录片里看，在保护区里看，而不是在笼子里。最后咱们聊点轻松的。树懒在人类流行文化里的形象和它在自然界里的实际形象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错位。这个角色让树懒在全球范围内成了慢的代言人，但电影里闪电开跑车飙高速的反转桥段也从侧面呼应了树懒身上那种平时省着用，关键时刻有储备的能量哲学。只不过电影是用喜剧夸张的方式呈现的。树懒在网络上也是佛系、慢节奏、摆烂这些话题的常用表情包素材。年轻人用树懒表情包表达我不想卷了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他们选的这个吉祥物真的是把不卷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并且成功存活了几千万年的物种。你在朋友圈发一张树懒说慢慢来的图，背后站着一个演化史上的经典赢家。讲完这么多，最后咱们说说树懒现在过得怎么样。目前大部分树懒物种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名录里处于无危或近危级别，整体种群状况不算危急，但个别物种的情况不太乐观。比如棕毛三指树懒，因为栖息地局限在巴西东南部沿海的一小片雨林里，已经被列为易危物种。树懒面临的核心威胁说到底就2条，热带雨林被砍伐，以及前文提到的非法宠物贸易。前者毁掉它的家，后者直接夺走它的命。好在树懒的繁殖策略稳健，野外种群基数尚可，只要栖息地保得住，它们靠自己那套慢工出细活的本事，完全能继续在树冠上挂下去。前提是我们愿意给它们留够挂的地方。回到文章开头那个问题，树懒这么慢，为什么没有灭绝？答案到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因为慢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武器。极低的代谢率让它用最少的能量活下去，极慢的移动让它隐身在树冠的背景色里，极简的社交让它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消耗。树懒把慢这个字从缺点活成了优势，从被嘲笑的特质活成了被研究的智慧。它没有按其他动物的规则玩这场生存游戏，而是自己重写了一整套规则。好了，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让你从树懒身上选一项能力装在自己身上用1天，你会选什么？是每天睡15到20个小时还能正常生活？是倒挂在树上吃饭睡觉完全不晕？还是用2到4周消化1顿饭从此告别外卖焦虑？来评论区聊聊你的选择。